在這段時間裡，如果你打開股票軟件，看一眼你定投的納斯達克100或者標普500的 ETF， 你大概率會覺得一切歲月靜好。畢竟買大盤的指數嘛，你以為自己搭上了一輛穩如磐石、鐵面無私的高鐵。但是我今天必須極其嚴肅地告訴你，就在這段時間裡，你的這些賬戶正在發生一件你絕對不知道，沒人會主動告訴你，也幾乎無法阻止的事情。但看完這期視頻，你至少能看清它正在發生。一段由華爾街巨頭剛剛連夜改寫好的電腦程序，正在繞過所有人類基金經理的判斷，繞過所有的基本面估值模型，它強行把手伸進你的賬戶，執行一筆數百億美元的盲買扣款。不管這只股票的定價有多離譜，不管它的財報上掛了幾十億美金的驚天虧損，不管3點59分這個指令會讓你的持倉產生多大的估值扭曲，你的錢都必須無條件的、機械的去給它接盤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就在過去這短短幾周的時間裡，向來高傲的華爾街3大指數巨頭破天荒的集體認慫了。納斯達克、富時羅素為了迎接一家公司的上市，把堅守了10幾年的底線規則給砸了個稀巴爛。以前一家公司想進納斯達克100，你得在市場上苦苦熬幾個月，甚至將近1年，證明自己不是來割韭菜的。特斯拉當年都等了將近3年，但現在呢，納斯達克大筆一揮，出台了一個極速通道，15個交易日，只要15個交易日，這家公司就能被強行的塞進指數裡。富時羅素更誇張，直接縮短到了5個交易日。在這短短的幾天時間裡，這只新股票將像一個巨大的黑洞，把數百億的被動資金強行抽進去。無論估值多離譜，無論虧損多驚人，這不是偶然，這是規則被這頭技術的體量逼到了牆角之後唯一能給出的答案。而那個讓整個華爾街為其修改底層代碼的觸發器，就是即將進入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 IPO 的超級巨獸 SpaceX。 它這次的目標估值是 1.75 萬億美元，一口氣要從市場上抽走750億美元。看到這裡，有些人可能會問了，你是不是又要講 SpaceX 值不值得打新呢？我在5月22號那期視頻已經拆解過那份280多頁的 S1 招股書了，大家自己去補課。今天這期我們只聊一件事，這套本該保護你的被動投資系統到底是怎麼被合法的綁架的？你買指數基金本質上是把財富交給自動駕駛，你以為這套系統的規則是鐵面無私的，不行就踢出去，達標才納進來。但現在的真實情況是，你鎖死了車門，設定了目的地，但在車子前速行駛的過程中，有人在遠程直接篡改了你的 GPS 坐標，而你連踩剎車的資格都沒有。要看懂這場財富轉移，我們首先得搞明白一個極其反直接的問題：指數公司為什麼要改規則呢？難道真的是華爾街在給世界首富拍馬屁嗎？說白了，華爾街只認錢不認人。他們之所以火急火燎地改規則，根本不是在討好馬斯克，而是在拼命的保命。SpaceX 為什麼非要現在上市呢？它必須來二級市場，是因為一級市場那個曾經水草豐美的小池塘，已經被這頭史前巨獸徹底的喝乾了。根據 PitchBook 的最新數據，截至目前，全球所有後期風險投資機構手裡能動用的乾火藥，滿打滿算也就3110億美元，而 SpaceX 這一家 IPO 開口就要募資750億美元。它一家公司
就要一口氣抽乾全球一級市場將近1/4的流動性。你讓那些私募大佬怎麼簽這張支票呢？根本簽不出來。更何況那些 VC 還要留着點彈藥去照顧手頭幾十家瀕死的初創公司，根本騰不出手來。這個小食堂已經在這頭巨獸持續的飲水中一點一點的見底了。它唯一的活路就是轉戰二級市場，把管子插進規模高達數十萬億美元的被動資金池裡。但這頭巨獸一旦來到二級市場，指數公司就徹底坐不住了。納斯達克100和標普500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？是作為美國科技大盤的溫度計。如果市場上突然出現了一家市值接近2萬億、體量排進全美前10的超級巨頭，而你的指數裡居然沒有它，會發生什麼呢？那你的溫度計就徹底壞了。就好比一只溫度計忽略了太陽的溫度，它將徹底失去代表宏觀經濟的資格。而且指數公司的主要收入來自 ETF 管理機構支付的授權費，一旦跟蹤誤差變大，養老金和主权基金就會指着他的鼻子罵：你的指數根本不準，我換別人家了。那個時候損失的不只是一個客戶，而是整個市場對這根溫度計的信任。市場一旦不信任它，整個指數生意就垮了。所以指數公司改規則本質上是被這头巨獸的體量給挾持了。他們為了保住權威性和巨額授權費，被迫向流動性低頭，把風險轉嫁給了無數個買 ETF 的普通人。納斯達克和富時羅素已經跪了，但最刺激的悬念壓在老大哥標普500的身上。標普500有個神聖的底線，連續4個季度 GAAP 盈利為正，你才能進我的池子。但 SpaceX 在2026年第一季度砸出了43億美元的驚天虧損。按理說大門應該死死關上，但就在4月30號，標普道瓊斯發布了一份極其罕見的公眾諮詢，提議只要市值夠大，盈利要求通通可以豁免。考察期從12個月直接縮短到6個月。這份諮詢在5月28號已經結束了，但截止到我們錄制的此刻，官方依然沒有公布最終結果。整個華爾街都在屏息等待，等待標普按下那個決定數十萬億美元命運的開關。如果最終通過，那將是整個被動投資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強制性財富轉移。我們後面會說那個場景有多恐怖。好，先把這個懸念放在這裡。ETF 為了追求資金的利用率，平時幾乎100%滿倉運作，賬上根本沒有錢。這幾百億的強制盲買，在交易的微觀層面上，到底是怎麼從你賬上被悄悄地摳出來的呢？不過在我告訴你答案之前，我想先說一件更讓人拍案叫絕的事。當這台機器啟動的那一刻，恰好撞上了 SpaceX 內部高管精心設計的套現時間表，會發生什麼呢？這個問題我們放在後半段來揭曉，先把機器的工作原理搞清楚。這就涉及到這期視頻最硬核的交易機制——等比例權重壓縮和 MOC 收割場。很多人对指數基金調倉有個極大的誤解，以為基金經理會拍個腦袋說我賣點蘋果去買 SpaceX。錯，被動基金經理是沒有靈魂的執行機器，沒有任何主觀判斷的權利。當 1.75 萬億的 SpaceX 被塞進納斯達克100，原本100%的權重盤子，硬生生地擠出了一塊巨大的新缺口。為了填補這個缺口，算法必須對所有現成的成分股進行無差別的等比例權重压縮。蘋果、微軟、英偉達，整個指數裡的每一只股票，權重都被等比例的切薄了一片。就好像有人在你的午餐盤裡不經你同意，強制加了一盤你沒點的菜，其他每道菜
都被擠掉了一口。這些被壓縮出來的資產換成現金，全部被強制匯集成了一股洪流，去承接那唯一的一隻新股票。你的大盤資產就這樣在悄无声息中被強制的稀釋了。但更殘酷的是，這套調倉動作必須在極其欺辱的姿態下完成。ETF 基金經理的最高 KPI 是零誤差，今天納指漲 1%， 我的 ETF 净值就必須也漲 1%， 誤差 0.01% 都不行，不然客戶就要罵娘。而指數净值的基準是當天的官方收盤價，這就把 ETF 逼上了一條絕路。為了零誤差，基金經理絕不敢在早上買，也不敢在下午2點買，他們必須確保天亮買單，精準砸在下午的3點59分，以最後的收盤價成交。在美股，這叫 MOC 訂單，市價收盤單。提交 MOC 訂單等於主動放棄了所有價格控制權。你告訴交易所，不管價格炒到多高，你必須在收盤的那一秒把我的幾百億錢花光。各位，這在華爾街那些嗜血的量化對沖基金眼裡，就是把底牌攤在桌子上，雙手被綁起來的一头巨型肥羊。就好比你打德州扑克，把牌亮出来，大喊一句，我今天必須在3點59分把籌碼全收光。量化機構早就在提前幾天甚至幾個星期瘋狂掃貨，把股價炒到極度不合理的高位。等到納入日下午3點59分，當 ETF 那幾百億沒有價格彈性的 MOC 盲單絕望地尋找賣家時，量化基金手裡的高價籌碼精準地倒進了 ETF 的肚子裡。這不是危言聳聽。2020年12月，特斯拉被強制納入標普500，被動基金在收盤競價階段拋出了近1000億美元的買單，量化搶跑資金提前幾天就瘋狂掃貨，在納入正式生效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，單日推高特斯拉近 6%， 把價格拖到歷史高位。等到被動基金的 MOC 盲單在納入日集中湧入，這些高位籌碼就全部精準地倒進了 ETF 的肚子裡。學界由以塞德里等量化研究者為代表的學術工作，測算這類機械化調倉，每次可讓被動投資者付出數十個基點的隱性成本。而這一次 SpaceX 的體量是特斯拉當年的數倍，絞肉機的力道也將成倍的放大。好，線索全部拼到一起，一級市场沒錢了，指數公司為了自保改了規則， ETF 被迫等比例壓縮老股票來湊資金，並且只能在收盤時像肥羊一樣被高位的收割。這台被算計到了骨子裡頭的交易機制已經就位了。那麼當他迎頭撞上 SpaceX 內部高管精心設計的解禁套現時間表，會發生什麼呢？這就來到了這期視頻最核心的頂層金融工程設計，我把它稱為3段式齒輪的連環觸發，分3段。第一段焊死價格底座，第二段平滑套現，第3段連環引爆，3段銜接，滴水不漏。第一級齒輪焊死價格底座。SpaceX 在 IPO 初期只打算放出總股本的 3% 到 5% 作為流通盤，剩下的 95% 以上全被死死地鎖在了創始人、高管和早期風投的手裡。好，時間來到 IPO 後的第15天，納斯達克急速通道到期，強制買入程序激活，海量被動資金端着幾百億的真金白銀衝進市場，卻發現可以買的流通盤只有那可憐的 3%， 極其龐大的剛性買盤撞上極其可憐的供給，這在金融學上叫極端的供需擠壓，光靠資金的物理擠壓就能把股價直接拉爆。這第一級齒輪的作用
就是人為的用被動基金的錢，給1.75萬億的恐怖估值焊死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價格底座。第二級齒輪，平滑套現。從 IPO 後的第70天開始，大約在8月下旬，內部人按照每檔 7% 的階梯比例，舒舒服服的開始解鎖拋售了。正常市場裡這麼密集的砸盤，股價早就崩了。但這是一家被塞進核心指數裡的公司，內部人解禁賣出，市面上流通盤增加，指數公司的算法一看，流通盤變大了，權重就自動調高，權重一調高，被動 ETF 就收到新指令，權重增加了，繼續買。內部人只要敢釋放籌碼，被動資金就必須乖乖的掏錢接盤。這就是金融工程裡最完美的添油戰術。內部人在高位分批的套現，接盤的流動性全是你定投賬戶裡源源不斷的新增資金，而且這恰好迎合了富時羅素流通盤逐步擴大的特批豁免紅線，簡直連吃帶拿，滴水不漏。第三級齒輪，超級解禁與標普500的連環碰撞。翻開招股書，SpaceX 發布第3季度財報之後，將迎來高達 28% 的超級解禁紅鋒，時間大約落在今年10月底到11月初 Q3 財報發布之後。28% 是價值幾千億美元的籌碼，正常市場裡沒有任何資金能接得住這麼大的拋壓。但奇蹟般的巧合出現了，你還記得前半部分留下的那個懸念嗎？如果標普500最終通過提案，6月中旬 IPO 的 SpaceX 就會在整整6個月後，也就是今年12月中旬前後，正式敲開標普500的大門。10月底到11月初，內部人砸開 28% 的天量解禁籌碼。12月中旬，背後錨定着24萬億美元資金的標普500大門正式敞開。這兩股力量在短短的2-3週內形成精密的連環觸發。那些量化對沖基金在11月底看到內部人瘋狂的砸盤，不僅不跑，反而張開血盆大口吃進這些解禁的籌碼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極其清楚，把這些籌碼捂上3到6個星期，到了12月中旬，標普500的被動資金就必須在下午的3點59分，閉着眼睛把這些籌碼全部接走。這根本不是蠅頭相撞的交通事故，這是一場設計的極其精密的金融接力賽。風投資金把接力棒交給了量化基金，量化基金最後把接力棒死死地塞進了你們的養老金賬戶。對沖基金吃了無風險的利差，早期風投完成了史詩級的套現逃頂，而為這場接力賽真正買單的是全球幾億根本不知情的被動投資者。看到這裡，很多朋友可能會躍躍欲試，我看懂了這個局，是不是也可以跟着量化基金搶跑，在11月底建倉賣給 ETF 呢？我勸你好好想清楚。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有一種高頻指令叫 D-Orders， ETF 的盲單必須在3點50分之前交上去，底牌前量，而量化機構可以在收盤前的最後10秒看完所有底牌再出招。你的網速和交易軟件在這個維度裡就像是拿着冷兵器去面對3體人的水滴。更可怕的是，連先鋒領航 Vanguard 這種手握幾萬億美元的頂級機構，在這台收割機裡都只能靠藏牌來自保。學術研究表明， Vanguard 採用不透明的算法拆單策略，把幾百億的買單打碎，像幽靈一樣分散在調倉日前後的好幾天裡慢慢消化，打破高頻套利者對時間節點的確定性預期。這不是個別機構的聰明，而是業內心照不宣的生存法則。連頂級機構都只能靠藏牌來自保，而作為散戶，
你連長牌的資格都沒有，你面對的是極度不對稱的信息降維打擊。那麼這些老老實實定投大盤指數的普通人到底該怎麼辦呢？當然不是賭氣清倉 ETF， 買入寬基指數定投大盤依然是這個時代保住財富最好的選擇，甚至是唯一的選擇。但你必須看清這輛自動駕駛汽車的底層代碼正在發生怎樣的異化。為了讓你多一雙眼睛，我今天送給大家一個認知装備，我把它叫做巨獸劫持指標。當市場上出現一家极低流通盘的超大市值新股，而且它的體量已經大到足以扭曲某個大盤指數的代表性时，你就要立刻拉響警報。因為只要你大到这種程度，指數提供商就一定會為了掩蓋跟蹤誤差而向你低頭，為你重寫規則。這就是大而不倒的資本市場裡最隱秘的另一種寫法。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殘酷的現實，過去定價權掌握在天天熬夜看財報的主動基金經理手裡。如果公司亂燒錢，他們可以用腳投票把股價砸下去。但現在隨着被動資金的規模越來越大，定價權正在悄然地讓渡給那些寫代碼的被動規則工程師。當幾十萬億資金被剝奪了思考能力，只能靠機械的承接任何離譜的估值時，被動投資那個最神聖的底層假設，規則永遠是穩定且中立的，就已經被徹底的撕裂了。你以為你投的是美國的國印，但在某一刻，你可能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定投了某個首富去火星的狂熱夢想。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，你的策略依然是理性的，但你必須知道，這場遊戲的莊家剛剛當着你的面換掉了一副牌。看清這輛自動駕駛汽車的底層代碼被誰改寫過，看清你的牌桌上的真實位置，不盲目自信，也不過度的恐慌，這就是我們在這個時代守住自己財富的第一步。在這裡，一個問題留給評論區，你覺得下一支有可能觸發巨獸劫持指標的公司會是誰呢？我們一起來討論。股市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，咱們下期再見。